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，每周分享家庭美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清凉解暑的绿豆糕，做法还相对比较简单一些。今天我们就看一下这款绿豆糕是怎么制作的。首先我们只需要准备250克的绿豆，把绿豆洗干净，放在水里浸泡4个小时。浸泡好之后，连水带绿豆一块倒入到炒锅当中。水的分量怎么把控？大概是绿豆的2倍吧。这个时候开始起锅，把锅里的绿豆给它煮开花，这样的话就得到了一锅煮熟的绿豆。煮的时候注意观察，水少的时候添加一点水。煮好之后放凉，用铲子把绿豆碾成带颗粒的粘稠状。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100克的白砂糖，白砂糖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加入20克的黄油。没有黄油的小伙伴加入一点点的食用油也是可以的。简单搅拌规整一下之后，开始起锅。这一步很简单，不断的搅拌，用小火去炒绿豆。最近老爸做的美食全部都是带馅儿的，这些馅料的制作方法我会出一个合集，用来后面制作月饼用。好啦，我们的馅料经过不停的翻炒，直至炒成这种柔软的有形态的绿豆馅。这个时候关火，我们的绿豆馅就炒好了。炒好之后，把绿豆馅盛在一个盘中，自然放凉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制作绿豆饼的皮儿。像制作苏式糕点一样，我们只需要准备油面和油酥。油面的配比是240克的中筋面粉，家里普通的面粉就可以；60克的食用油、花生油、玉米油、色拉油都可以；130克的清水。这个配比和出来的面团比较柔软一些。先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然后就像洗衣服揉面包，不断的去揉搓这个面团，大概5-6分钟，揉成一个光滑均匀的面团之后，放在盆中，让这个面团自然恢复一下，大概需要20分钟。2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就来制作油酥。油酥就更简单，240克的面粉，加入120克的油，同样和成一个均匀柔软的面团。绿豆饼的口感要比苏式糕点的口感更软一些，所以这里我们和的面和油酥相对软一些。面团静置20分钟之后，我们把它分成4份，取来1份，加入等份的油酥。这样的制作方法就是大包酥的制作方法，制作出来的绿豆饼好看，而且酥的掉渣。把包好油酥的面团擀扁叠起来，再擀扁再叠起来2次之后，把它揉成一个长条状，就像我们包饺子一样，给它切成小剂子。我们把小剂子擀成面皮儿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包入适当的绿豆沙。包好之后，我们让绿豆饼看上去更好看一些，我们可以找一个模具，或者是塑料瓶，或者是瓶盖，剪成相应的大小，扣它一下，这样我们做出来的绿豆糕整整齐齐，而且在一会儿烤的时候还可以受热更均匀。做绿豆糕其实要用到大的平底锅，因为我们家没有大的平底锅，所以这里用烤箱盘去做。所以说在用烤箱烤的时候，上火是不开温度的，下火开到230度，预热15分钟。预热好烤箱之后，在绿豆糕盘中的这个缝隙里挤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。大概煎烤多长时间呢？按照这个温度去算的话，大概应该是煎烤15分钟。15分钟以后，底儿就会上色，变成金黄色。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，给它翻过来，翻的时候要轻一点。这款绿豆糕的皮儿特别的酥脆。放入到烤箱之后，再煎至12分钟。当然，如果油少了，可以再适当的淋一点点的油。总体大概25分钟到30分钟之间，我们的绿豆糕2面煎至金黄，然后拿出来放凉就可以了。到这里，我们的一款清凉解暑的绿豆糕就做好了。这款绿豆糕做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，做一大盘，全家人分享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请帮忙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材料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。